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在工作去把一件事情做好，但为什么一个新人来就把我取代掉？你知道吗？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境遇的话，你可能也掉入了一个盲区，就是你只是花了时间，但却没有提升自己。请开启下面的小铃铛，打开全部的订阅。很多人都不停的在努力的工作，天天加班，以为这样子就可以被公司重用。结果来了一个新人来了之后啊，没过多久他就被取代了，他就开始怨天尤人。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这一题啊，其实大家很多人可能都有机会遇到哦。出了职场之后啊，他到底是用一个技能用一辈子，还是呢去用一辈子去把一个技能给钻研的变成专家？我相信很多人是前者，这就是刚刚造成第一个一开始开头的问题的原因。大家其实都是无意识的在重复机械式的在做同一件事情，结果那一件事情呢，既没有把他的能力给提高，只是不断的投入大量的时间进去，最后就变成大巨轮下面的一个小螺丝。你只是不停的在转动同一个圈圈，没有把自己的价值给累积出来，而这样子啊，就是你的手脚的勤劳去取代掉你的脑袋的勤奋这件事情。其实你的脑袋都在偷懒，你并没有想着怎么让自己变更好，进而呢让自己呢都流于一般的工作，最后被取代掉。来，那今天这一支影片啊，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你该如何避免掉这个问题。其实你只要一个观念的转念跟4个步骤，就可以帮助你做得更加的好。其实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那就是你千万不要让自己流于习惯。来问大家这一个观念一个基础的问题。首先，你每天都在骑摩托车，你每天都在开车，请问一下，为什么你没有变成摩托车赛车手，或者是汽车的 F1 赛车手？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你每天是凭着你的肌肉记忆的习惯在骑车，你并没有再度的去钻研你骑车的时候怎样子可以骑更快，怎样子放油门会比较好，怎样子压车会比较好，所以你没有刻意的去练习自己的技能，当然就不会让自己变成专家啦。所以啊，这个就是无法变卓越的一个观念，因为你让你自己的身体已经进入到了自动驾驶的状况之下了。所以啊，你要先把这个观念给改掉。如果你希望你有一项技能、一项工作，你想变成专家，你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做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要有意识的去修正它。那今天就跟你分享4个做法，来让你有意识的去修正它。第一个方法呢，就是你做任何的专业，你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如果你希望它变更好的话呢，你要设定你的目的。很多时候啊，你去做一件事情，你会流于机械式的在反复去做，是因为你没有设定目的。举个例子来讲，我以骑车为例，大家骑摩托车就只是骑车而已，你并没有设定目的，当然你就不会想要优化你自己的骑车技能啊。所以啊，这个时候你就会进入到你的 autopilot 的一个习惯。这个时候，你只要会一点点骑车，可以让你带你到公司，带你到可以去玩的地方就好了。你根本没有必要去钻研骑车技巧啊。但如果你今天要钻研你的骑车技巧，该怎么办呢？你可能就为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哦。我预计今年要参加一个骑车比赛，我想要得到前5名。这个时候，你的目的跟你的技能呈上了正相关了之后呢，你才有可能刻意的去修正它。所以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设定你这个技能达成的目的。这件事情呢，就是你需要有一个教练在身边。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为例，你在国中、高中的时候，为什么念书可以慢慢的念得起来？是因为有一个老师在旁边叫你不停的念书。但你可能上了大学、出了社会之后，并没有一个人在旁边叮咛你，所以你慢慢的就会流于一个习惯，你的技能就不会再上去。一样的，你的工作技能、你的任何技能都可能需要有一个教练在旁边。那你会讲说，出了社会有谁管我啊？没错，所以你第一个教练就会是谁？就会是你自己。你必须要不停的告诉自己，你首先要把这一项技能慢慢的前往什么目的。第二件事情，你告诉自己这只是激励法，没有用啊。那我要如何去修正内容？像以前老师帮我修正呢？这个时候很棒的地方呢，就是你可以去请教相对资深一点的人，他们不一定会时时刻刻的跟你讲，但是你去问他问题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愿意分享给你。所以你出了社会之后，你的教练其实就一分为二，监督的角色呢变成你自己，
请教的角色呢，变成那些比较资深的伙伴，跟你分享。第3件事情呢，就是你要给自己一点点的挑战，你要跳脱一点舒适圈，你才有可能会让你的技能变更好。举个例子来讲，你今天在骑车，你每天骑车都不会上班迟到，那你当然就永远都用这个技能去骑就好了。但有一天你突然间发现了，你上班的路程缩短了一半，你只能用一半的时间到，那你这时候会不会去钻研怎样子骑可以变更快？会。所以这个时候你多了一点点挑战，你的技能才会上升。这个时候你就会刻意的去修正你的技能，让你的技能变更好。第4件事情呢，就是你要有意识的反馈。刚刚提到了，之所以你骑车的技术不会上升的原因，是因为你每天就是呈现一个无脑的方式在骑车。但重点来了，如果你今天要让你的骑车技术可以上来，你必须有意识的去反馈自己，你必须去想什么？你会想说，我怎么放油门比较好？我骑的路径要怎么比较好？我的刹车要怎么做比较好？又或者是我的设备、我的配备要怎么提升会比较好？当你有意识的想要让你的技能变强的时候呢，你才会投资你的时间，投对时间。那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的重要呢？其实很简单，因为你的大脑平常是一个很懒惰的器官，所以它会尽可能用最省力的方法来帮助自己去做事情。但你要记住，如果今天你想要变得更加的厉害，你想要在社会上面更加的有竞争力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事情你必须要刻意练习。所以你如果不希望自己当一个小螺丝在那边转的话呢，你就必须要刻意练习你自己的技能。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讲，李小龙说过，他最害怕的不是会1000种腿功的人，而是把一种腿功踢1000次的人。好，这句话其实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地方，如果这个人他只是踢了1000次，并没有意识的在修正自己怎么踢得更厉害的话，那他踢的第1000次跟踢的第1次是一样的。所以李小龙说要踢腿踢1000次的人他很害怕，其实他要的不是只是踢1000下的那一个人，而是这1000下每一下都不停的在修正的那一个人，这才是真正可怕的专家。也一样的，今天在职场上面，如果你要让你自己的技能可以变得更加厉害的话呢，你就要学会去做刻意练习这件事情。那一样的，这一支影片结束之后也要出4个功课给大家，拿出一张 A4 纸，然后把它写下来。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必须要写下你现在要累积的这刻意练习的目的你把它的目的给写下来。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今天你想要学会吉他，那你千万不要只写学会吉他，你必须要写会吉他背后的目的，可能是弹一首歌给别人听，可能是弹一首歌去追求谁，都好，先把它写下来。你有目的，你才会刻意练习它。第2件事情呢，找一个稍微比你有经验的人当你的教练。记住，督促自己是你的责任，但是你要得到这些技能的一些经验你需要有另外一个人帮你。所以你可以跟一个人讲说，我现在要追求一个人，所以我要弹吉他，那我可不可以弹1次给你听，然后你当我的教练，告诉我哪里可以修正。第3件事情给自己定一个简单的难度，千万不要定在自己舒适圈里面的事情。举个例子来讲，你可能本来就已经会弹温柔了，结果这个时候你还在想说你要把温柔给弹好，这个时候我会建议你稍微弹比较难一点点的曲目在里面，对你才可以有效的去做这个刻意练习。第4件事情就是你成果做完之后一定要拿出来问大家的意见。为什么？你要让你身旁朋友的人都变成你的反馈的教练。举一个例子来讲，如果今天你真的很想要学会弹吉他的话呢，你就可以把你弹完的吉他录影，然后放上你的 IG 或 Facebook 上面，来问问看大家怎样子可以弹更好。当你有了这4件反馈之后就可以让你走在刻意练习的路上。好，那刻意练习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你可以用在你的职场生活以及你全部的生活状况上面。我会建议你一定要好好的学会这一项技能哦。那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我是马克凡，我想跟你分享这一切东西呢，其实我都写在这个我的自己的书里面《关键思维》当中。我刚才讲的这些观念呢，其实在关键思维当中是用思维的模式去把它切割开来。那些关键思维在哪里？你可以来看看书，希望对你会有帮助。我是马克凡，我们下次见，拜拜。